那可能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说，他说这个不拿发票可以省5%，对，这个5%是讲营业税的部分，但是我们一般公司在报税呢会有2个，一个是每2个月的这个营业税，这固然是可以省5%，那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每年度的5月份的那个营利事业所得税，那营利事业所得税呢，我们是20%，所以如果是100块的这个发票，他开给我们拿这张发票是作为我们所得税的这个减项费用，所以本来是可以省下100块去乘20%做费用，对，那因为我在营业税这边我好像听到说可以省个5%，但是我却在所得税这块呢去亏了这个20%，所以总体来讲我其实亏15%。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跟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陈衍任老师，他最近开了一门企业财税必修课的线上课程，超级受到欢迎，我把连结会放在资讯栏。然后现在是多元收入的时代，大家除了上班以外，可能会经营电商或想成为网红。今天这一集一定跟你有关，因为大家都是未来潜在的新手老板。我自己之前也创过业，然后做过硬体也做过软体，算是科技创业。今天也带了一些问题来跟老师请教一下。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陈老师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有志哥，然后各位来宾大家好。那我叫陈衍任，那我目前在台大法律任教，我的专长是在税务规划跟公法的部分。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新手老板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报税啊，然后一些财务相关的事情，不就是交给会计师或是公司的财务部门处理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上这门课？我为什么需要多了解一些这相关的知识啊？我常会形容是说，像我们去这个医院看病的时候，那经常就是说，我们好像这个在医生面前呢，医生讲什么那些专有名词，我其实也听不懂。那确实对，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说，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让这个等于公司的老板或者是财务人员，那他们能够跟会计师在对话的时候，能够知道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个语言，那以及会计师他们心目当中所想象的这个节税规划，就是至少能够做一个粗浅的了解。对，所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就像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医生讲的一些东西我比较了解他说什么，也许我可以更能够讲出自己现在的状况给他听，然后他可以帮我做更精确的诊断。对，你可以问的比较细一点，在节税或者是甚至商业上可以做更多的帮忙，这样子。对，那另外是说，因为一般像会计师跟像这个记账师呢，他经常其实能够帮你的是在交易的行为已经发生了，然后对于那个交易的结果去做一些金额的一些计算、税额的加总等等的。这个行为、这个交易、这个合约要不要签？那可能他不太可能是说每一个合约他都帮你去审查过。那往往在公司的这个合约，它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税务的结果。那所以我们开这个课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让老板们或者财务人员，那他平常他在决定要不要签这个合约，要不要做这个交易之前，要不要开这个发票，拿这个发票之前，他就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这种财税的观念。那当他的行为本身已经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安全的一个的交易的轨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会计师跟这个记账师呢，才比较能够帮你做一个合法的一个节税。了解。老师，你刚刚讲到的安全的交易，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创业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状况，我就讲一个例子，就办公室的装潢的时候，对，装潢师傅说我没有在开发票的，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店家，我在买一些设备的时候，尤其电脑设备，那官网商场不就是？然后如果你不开发票，可以省5%。我以前个人就算了嘛，可是，在公司里面，我就觉得说，这是个安全的交易吗？这是个合法的交易吗？这个要分2块来看，一个是从卖方的这个角度，就是那些本来应该开发票，或者本来应该要给收据的这一方的角度。那待会是在谈说我们买方这一块，就提供劳务，就卖方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听起来他应该是经常性的去从事这类的活动嘛，对不对？跟客人讲这些事情。他如果说经常性的去提供这些，比如说他在做装潢啊，他有团队啊等等的，那理论上他应该要去办这个，不论是独资的这种商业登记，或者是一般的公司登记，就是他应该要去办理登记才对。那如果要办登记的话，他应该是能够去开发票的。就是说，第一种情况是说他可以开，他却不开的这种情形。那第二种是说他。可能是譬如说可能是这种偶一为之的，就它不是这种经常性的。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这种经常性的，它其实应该它可以开，那它却不开的这种情形，那可能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说，他说这个不拿发票可以省5%，对，这个5%是讲营业税的部分，但是我们一般公司在报税呢会有2个，一个是每2个月的这个营业税，这固然是可以省5%，那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每年度的5月份的那个营利事业所得税，那营利事业所得税呢，我们是20%。所以如果是100块的这个发票，他开给我们拿这张发票是作为我们所得税的这个减项费用，所以本来是可以省下100块去乘20%做费用嘛，对，那因为我在营业税这边我好像听到说可以省个5%，但是我却在所得税这块呢去亏了这个20%，所以总体来讲我其实亏15%，好，那所以这一块来讲，对我们买方来讲呢，其实并没有真的省税没有划算，没有真的省税。那再来是说呢，我们在税捐稽征法当中有所谓的这种帮助或者是这种跟他人一起共同去逃漏税的这种情形，我们等于是他的逃漏税的这个帮助犯，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有法律责任的。了解这件事很好，因为其实大家都只看到那5%的营业税就省了5%，可是其实忘记还有一个所得税，对，所得税，然后你拿来当减项，所以你搞不好你本来要缴营业所得税，后来扣掉以后，刚好差不多就不用了。没错，对你可能会更有帮助的。没错。然后我看到这个线上课程里面有一段话，我看了，其实我觉得很有感。你里面有讲到，就是其实税务这件事情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它会一路影响到商业模式啊、股权设计、人才制度，或者是未来的接班。我就想，哇，不就是缴个税吗？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么多啊？在谈这个商业模式的部分，其实就不外乎是你今天你要创业，你会有一个你要去决定要以哪一种组织的形态来创业，好，那我们说到底是要用这种商号独资这种形态，还是你要开一间公司？好，因为如果是商号这种独资的话呢，那它虽然是一个盈利事业，好，但是它在缴税上它是穿透的，好，就等于是穿透到这个个人的去缴综合所得税。好，那如果你是开公司的话，它要缴2次税，就公司要缴一次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然后税后分配给股东，再一次这个综合所得税。所以我们说商业模式就会涉及到是说，我到底要选择用独资还是选择用公司？那选择公司当中还会分成是你要用有限公司还是用股份有限公司？对，这个问题我也苦恼过。这个其实也会有差，因为如果是选择用有限公司的话，未来我们这些出资人，我要出厂的时候，我卖的是我的那个出资额，那出资额其实在我们的税上呢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财产，就是等于说财产交易。那财产交易所得是适用我们一般的这个综合所得税的这个累进税率，就是用52、23，那会比较高。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我是卖公司的股票，那是有价证券的交易，目前我们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停征，所以就是这差会很多，它最多就只有一个证券交易税的3%而已，所以出厂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差，就你要选择用独资，选择用公司，哪一种公司其实也会有差。你先不要讲到出厂，平常经营的过程当中，公司过去有亏钱，那后续年度有赚钱的时候，可不可以做盈亏互抵？公司的形态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这种独资或者是合伙，那个就不能够走盈亏互抵。以上谈的像盈亏互抵然后像谈到说出厂的税负的差异啊，甚至包括像法律责任，就当我今天我选择以独资的形态的话，那这个独资事业，比如说某某小吃店，他去这个背负的各种的债务呢，都会算到我的这个资本主，等于说个人名下，就等于是。我要负无限责任，出资人要负无限责任。但是如果是公司的话呢，我是股东对公司以我的出资而负有限责任。那所以税务上有差，然后法律责任风险控管上也有差。所以这个其实会影响到很多的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决策。那未来很多新手老板，可能现在年轻人都是在电商卖东西啊，或者是网红，然后就是开始有人订阅，然后开始有业配要开发票之类的。可是他人就一个人啊。然后这种状况下应该是要考虑有限公司还是股份有限？那股份有限好像一个人可以成立吗？我们说如果是要开电商的这种情形的话，初期创业的时候会有一个组织的选择。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假设你的那个获利净利还不够，还不算太高的情况之下，可能以独资的形态会相对比较
比较省税，因为你用独资的形态的话，我们是只看个人的综合所得税 ，OK， 那就5%、12%、20%，相对会比较省税。了解。税上来看，可能还是用独资的这种形态。但是如果说当你的一年的这个净利大概已经有过266万以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要考虑换轨道公司这一块。理由是因为说，当你的净利已经超过266的情况，你的个人的综所税已经会进到30%的那个税率。那你转到公司这一块的话，公司20%，然后它税后的盈余，假设如果不分配的情形，加个未分配盈余5%，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是24%。就是你在哪个阶段，会是决定你要不要换轨道公司的一个考量点。就电商也是一样。那另外有一个点，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忽略掉，是说，你要去考虑你的公司的营业的项目。如果你的公司营业项目像譬如说餐饮业，餐饮业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食安的一些隐藏性的风险，或者是一些运输业，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很多一些新闻，只要一个翻车等等，就赔不完了等等的，或者是有一些是有跟资讯安全有关的，因为那种隐私外泄，那也是赔不完的。了解。所以当你的营业项目其实是高风险，会损害赔偿责任会比较大的，一爆发之后的风险会很大的。即便你还在草创阶段，我其实都还是会建议以公司的形态，会是比较安全。所以不是只纯看你的那个获利，还要去考虑到你的公司的营业项目。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做这种知识服务的，像有志哥这种知识服务的，相对来讲，我想象可能法律风险相对会比较低一些，那就可以纯粹去考虑这个获利的部分。哇，老师讲这好重要，因为好多年轻人创业。卖蛋糕吃的，然后或者是家里的水饺有没有？或者是帮人家做一些什么运输，这真的是蛮常见的。对，因为有时候食安不是我们故意要去做，而是那个原物料本身的问题。对，就是也或者是哪个运送过程，然后你纠缠不清，然后如果你到时候负的责任很大，哇，那你真的是赔不完的。没错。老师，我还看到就是你有说到一般报税，我们就是拿那个发票嘛，然后这就是你的成本，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跟他买东西就是成本，或者是我跟他签合有提供服务给别人，然后你有说了一件事，就是说你的签约啊跟报税，如果你是少写的在合约上少写的某些条款，你可能会被课2次税。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商业的这个交易的这种习惯，可能会跟税法上的认定会有落差。一般我们在税法上会认为是说每一个交易，就每一个动作本身，它其实在税法上都有它的意义的。那举个例子，好像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案件是这样子，譬如说今天假设是甲跟乙呢，来购买这个顾问服务，对，就等于说乙提供顾问服务给甲，然后甲呢付顾问费给乙，就两个都是公司。那对甲来讲呢，因为他是付一个顾问费嘛，好，那顾问费假设是500万，那他在报他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的时候，他想说，既然是费用，我就做减项去扣除，但是在我们实务上，国税局他如果有查账的时候，就撇开书审的问题，就假设他有查到有这种抽查账的时候，他还会去调说，那为什么你要付这500万？那不可以只是说有开一个发票这样就算，你必须还要去佐证说这个，你要肯定要有一个说明啊，你是因为那个乙公司提供哪些顾问服务的内容。好 ，OK。那国税局可能一查完之后发现说，好像他不认为说这个论述本身是具有真实性的，所以他就以说这个顾问的内容呢，其实缺乏一些具体的事证为由，来剔除掉甲公司它的顾问费的这个减项的部分。那你说这个费用被剔除就会什么？就会补税嘛？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在实务上这两家公司呢，这个两个老板呢，他们也彼此就有默契，是说，那既然这个费用这个顾问费的支付呢，它无法被国税局认列。那干脆什么？干脆我们就恢复原状好了。好，我们就以后再找其他的方法来做交易好了。所以今天乙公司呢跟甲公司就讲好，我乙公司就退款给甲公司。就当作说好像交易都没有发生。好，那因为反正甲公司付的顾问费被剔除，好，那所以那乙呢就答应甲说，那我就把顾问费返还给这个甲。好，那当然当初甲公司付顾问费给乙的时候呢，已经是乙的这个收入。所以乙公司已经去报了他的营利事业所得税，因为他有收入。好，那但是后来这个乙又把款项再退还给这个甲。好，那这个退款的动作呢，其实在国税局眼中，他又会认为说，那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又把这个钱又再转到这个甲？对，乙这个时候他会讲说，没有啊，这个是因为我们
当初契约当中并没有去提到是说什么情况可以解约，那个只是他们事后的合意要做回复原状，好，那今天乙公司他打算把他的这个500万，因为他要退款嘛，那退款的时候呢，他要做公司的这个减项，那但是一样被国税局给剔除掉，了解哦。那这500万呢，回到这个甲公司的时候呢，国税局又认为说，甲公司你平白无故呢拿到这500万的这个当这个收入，好，就他会认为是说，乙公司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甲公司这500万？那其实他的实际的情况是回复原状，对啊，那但是这个回复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解约回复原状，他并没有在契约当中去约定。对甲公司来讲，他很亏，因为他的费用被剔除，然后他的钱又回来的时候，又再被课一次这个，就等于说再被补一次税。比较理想的做法呢，应该是不是说不可以解约、不可以回复原状，而是说你必须要把那个解约的条件，先在合约里面先讲清楚。就如果说甲乙他们当初在合约当中有载明说什么条件之下，那这个合约双方可以解约，那这样的回复原状本身基本上才会比较安全。所以像这个合约也是要给国税局看，就是是因为这样啦。所以 OK 当做一个凭据这样子。那就是因为当初并没有在合约当中去载明什么条件之下可以来回复原状。OK 对，哇，这很常发生的。有时候我们提供劳务服务给别人，然后对方可能因为环境变化或什么任何变化，然后我们说好，那就先暂停或是不要好了。可是因为头期款已经付了嘛，然后可能就要返还，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规定清楚，有可能就是你明赚到这笔钱，你就是会产生多税务上面的问题。那这个我今天我就这个送钱，我得赠与给我的小孩子，好，那赠与如果说超过免税额以上的这个额度，我们超过24万以上要去缴赠与税，好，那假设今天钱送过去了，我已经缴过赠与税了，然后事后小孩子呢这个不听话。不听话，那我说那我们这个上个月的那个赠与呢，我要作废，你钱要还我，那这个你小孩子钱再回去，又是个赠与行为，所以就会变成说，税法上它其实是个别的去看，那你要整体看 OK， 但是你必须要在合约当中你要讲清楚。OK， 那我们追问一下，像爸爸如果有一天那个状况发生，爸爸真的很生气，我说我要拿回来，那怎样才可以比较省税啊？它其实是可以有附条件的这个赠与对，就是说当初你在赠与的时候，其实你如果说有一个内部有一个约定，是说在什么条件之下，这个是赠与是可以来撤销，等等的，那基本上才能够避免税负的问题。了解，其实跟合约的概念很像，就是我们在跟别人交易，比如说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双方合意要解约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子？简单一个观念是说，当你没有整体观察的那种约定，是叫事前约定的话。这个对国税局来讲，他就只能够个别动作个别去观察。了解。那有没有什么合约的条款？因为我不太可能预测所有的状况嘛。比如说我破产，或者是市场不如预期，这理由大家用终止服务的那个逻辑太多了。课程当中大家就有去提到，就有给各位一个条款的模板，就是说大家写哪些条款，那比较能够去避免这种税务的问题发生。OK。然后我觉得在经营公司，我觉得尤其是台湾企业可能很有感。或者是比较麻烦，就是内外账，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就是都在忙跑业务嘛，然后帮人家服务，所以会有一些内外账问题，就内外账对不上。那在法律上，内外账会有什么问题啊？像内外账的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没事就没事哈。但是如果真的是一有被查到哈，然后揪出来的时候，其实事情就会越滚越大。因为内账才是。就等于说真实的嘛，对。那外账其实等于是做给这个等于说税局啊，或者是外面的这个政府机关看的。那就外账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譬如说可能发票可能是或者账其实是不实的。那我们的有一部法律叫商业会计法。那商业会计法它其实是对一般的公司或者是独资行号，其实通通都适用商业嘛，商业会计法。那商业会计法其实它的71条里面，它其实就有提到是说对一些凭证。或者是一些账啊有填载不实的话，那个其实会有相关的刑责的这个。是刑责，会被抓去关的那一种。就是他有可能可以拿那一条来处理这种问题。那个还有最多还有达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填载不实的凭证其实是有这是第一个风险。那第二个风险当然就是各位经常都有听到的我们的这种逃漏税，因为内账外账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其实就经常会有逃漏税的这个风险。那目前实务上逃漏税的行为的话，有2种效果，一种是单纯罚钱，另外一种呢是
会有这个刑责。那什么情况是罚钱？所谓的漏税罚。那什么情况是有刑责？他是这样看哈。我们说公司的所得税是收入去减掉成本费用损失，好，然后括号起来乘上税率，那是它的税额。如果我们是就我们的这个费用成本的那个虚增啊，比如说你可能制作不实的这个单据。对费用的虚增、减项的虚增那一块会有刑责的风险。那如果是加项啊，比如说短漏报，加项如果短少的话，那目前实务上的看法呢是比较接近说单纯的罚钱。原来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内外账有不一致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难免会碰到有一些那个费用虚增的这个问题。那费用虚增制作不实的单据啊，那个其实就会有刑责的这个风险。那听起来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比较严重，对，而且刑责在后来修法之后呢，如果个人的这个逃漏税的额度有超过1000万，公司超过5000万的话，它那个刑责会高达7年以下。所以其实风险是比较大。了解。所以大概就是像我们的商业会计法，然后税权稽征法，那这2块呢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点是说就是因为刚刚的那个逃漏税捐罪，它本身是洗钱防治罪的那个前置型的这个犯罪，所以实务上有时候会去查逃漏税呢，不一定是国税局去主动去查，有可能是这个调查局他在查洗钱防治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好像抽丝剥茧看到有一些内外账不一致，然后才通报这个国税局。这一块也会有洗钱防治罪的一些风险在里面。OK， 我要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内外账状况真的很普遍，然后听到觉得说哇好严重啊，我赶快好好调回来。那要怎么调啊？那可是我过去已经做了，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这个其实就会这个可能要跟专业人士去做，就是把你的账要拉出来，然后要做一些比较细致化的一些分析。如果是单纯的漏税法的问题，就是说真的是就是有什么加项的短漏报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因为我们的逃漏税的核课期间是7年，所以大概是7年以内的那个可能要去做一些调整，就是说看用合法的方法去做调整，可能待会再来谈调整的部分。那如果是超过7年的，如果是单纯漏税法的那一块的话，那可能因为过了核课期间，它的风险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但是如果是碰到刑责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已经是减项虚增，你有制造假单据的那一块，那个其实它的追诉期就不是只有单纯的7年，因为那就变成是那个刑罚的追诉权时效，那个就会拉到20年。哇！所以可能要去区分，是说到底是内外账是哪一块的问题，是减项的虚增，还是加项的短少的这个问题？这可能是第一个要去切割的。第二个是说，内外账不一致的问题，其实经常也会涉及到是说股东往来的科目。那股东往来的科目，如果说比较异常，就因为它不论是说在借方。就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借方或者是贷方因为我们说股东往来的科目是公司跟股东之间的那个金钱的往来。那如果说股东往来的科目是在贷方的话，那代表是公司欠股东。对，那借方的话代表是这个等于说股东欠公司这个情形。那如果在借方的情况，等于是股东欠公司，等于公司有借钱给股东。那借钱的话呢？好，那可能你在调账的过程，同时要去考虑到说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设算过利息。好，那因为如果说借钱没有设算利息的话，那现在依照我们的税法规定，这个国税局它会设算你公司会有利息收入，那它是依照台银的那个基准利率，大概去年大概是3.24%。所以就是说你今天公司如果说有借钱给股东，假设1000万。你大概要设算32万的这个利息收入。那如果是贷方余额的这一块的话，等于是说股东借钱给公司。好，那这一块的问题其实就会比较麻烦。那理由是说，当贷方余额过大的时候呢，国税局的查核他通常会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当初公司有销货，但是钱没有进到公司，而是进到这个股东的口袋里面，然后当公司需要钱的时候，然后股东才把钱挪到公司这一块来。那所以他可能会怀疑说，会不会有这个虚增费用，或者有漏报收入的这种情形。它的影响呢，不是只有在公司的这个阶段，因为贷方余额过大的情况之下，等于是股东对公司有应收债权。那这个应收债权在
股东未来过世之后就会成为是遗产，那小孩子就会有遗产税要申报。OK， 对，那所以内会账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它的影响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就是说下一代他是突然被通知说，爸爸突然离开了，然后国税局查到说这个爸爸曾经是公司的股东，然后有一个这个股网的贷方余额非常大的这个情形。对小孩子来讲，他就会有他的一些遗产税要缴纳的问题，甚至还有补税的问题。OK， 那你所以可能在上一代他可能要他还在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做一些看看怎么调。那如果说第一种调法是说，如果说贷方余额过高的情况之下，那就是说公司有钱就还给股东。当然这个还其实是有点你说可能有点冤，因为其实是没有真的借，因为那个钱是本来是公司赚的，应该进公司口袋，那只是放在股东个人口袋。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个形式上已经是造成的。那所以第一种做法就是说，公司要这个看有钱的时候就等于说打到股东个人这一块。因为你一次要还的话，其实对他的现金流会很大的影响。所以实务上有另外一种做法是说，可能可以以公司对股东的这个债权，我们说以债作股，就把我对公司的这个债权当做我对公司的这个等于说公司增资的这个的股款，就用以债作股的方式来入股这个公司。那它的好处是说可以把公司的这个债务给打掉，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以债作股必须要经过会计师的这个签证，然后主管机关他要审核，然后内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的文件都必须要具备。对，老师讲的，其实我觉得相对就是如果你开始了内外账，而且一直做的话，有可能会把后面搞的事情搞得真的很复杂。对，那除了就还会影响到下一代，那我会觉得说哇，好，那大概知道尽量不要做到有内外账，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如果有的话，那你也不要再继续做下去，就开始慢慢调整，越滚越大。对，因为要么就是你一直长久经营赚钱下去，要么你可能被人家收购或什么的，那你就是还是要为未来做打算。做这件事情，好好把这件事把它处理掉啊！如果你才刚开始的话，那你就会小心，不要相信别人说什么内外账啊、虚增费用啊，或是相关事情，都是会有蛮大的问题的。没错 ，OK， 好。然后还有一个新手老板可能会常常听到别人说，就是公司把它设在海外，OK， 或者是一些什么免税天堂、什么开曼群岛之类，会比较容易节税，这是真的还是？我们一般很多的公司会设在这个境外什么 BVI 啊，这个英属维京群岛，或者是像 Cayman Island 开曼群岛等等的那这个设立本身，其实在早期其实有它的一些历史的渊源。因为我们早期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就是台商要去投资大陆，他必须要间接投资。因为当时政府要保护我们台湾人，就避免说好像直接投资曝险程度太高了。那但是后来我们的两岸条例已经修掉了，就是已经不要求说你一定要间接投资，你其实是可以直接投资的。现在台商还是会习惯的，就是用间接投资的方式。最主要的理由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他对这个台商你要关厂你要撤厂，其实他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比如说可能就这个查环保啊，查劳工的等等的问题，就会很多的一些出走税的苛征啊等等的，所以台商还是会习惯性的就是说用间接投资的这个方式。那这种间接投资的做法呢，其实在过去是因为法规上的要求，那后来呢，之所以台商还是会有这样的习惯，很多的台商会就是说把他的这个海外赚的钱可能就 parking 在他的这些境外公司，因为当我的钱如果汇回到台湾的时候，就会有台湾的这个所得税要缴。实务上，它的第二个理由可能是考虑到说要避税这个考量。那只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在112年之后，就情况可能就改观了。因为我们台湾的所得税法呢，有去推行一个制度叫做 CFC，所谓的受控外国公司的课税制度，叫 Control Foreign Corporation。那 CFC 制度呢，它的意思呢是讲说，今天台湾的个人或者是企业去投资一个境外公司，以前是说境外公司有赚钱，境外公司钱要汇回到台湾的个人或者是公司的海外所得才会实现。但是现在呢是说，只要这个境外公司有赚钱，他的钱即便没有汇回到台湾，那只要你可以证明说我台湾的股东对境外公司有控制力，钱到境外公司就等于是钱回到台湾了，它就很像是一个空壳一样。就是上层的
在海外的这个资金只要进到这个境外公司，它就等于直接调到这个台湾的这个 OK 股东这一块。所以因为有 CFC 的这个拉力，所以再去透过境外公司去架境外公司去投资，可能它的规避这个海外所得的课税的这个诱因可能就会大幅的降低的。这是第一个拉力的部分，台湾的拉力。那第二个呢是说，其实在大概2018-19年开始，这个 OECD 呢有要求这些境外公司的国家或者地区，什么 BVI 啊、Cayman 啊，他们必须要去实施一个所谓的经济实质法。经济实质法的意思呢是讲说，海岛型国家你要给这些外来的企业当地呢可以省税的话，那你必须要求这些境外公司在你当地呢有实质营运。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境外公司在你的 BVI 当地呢要设厂啊，要请人啊等等的。它像是一个推理一样。就是当你今天我们这些台商去设境外公司，那如果在当地呢没有实质营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去享受当地的一些租税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那很像是一个推理一样，就把它推出去的这种情形。第三个理由是因为这个资讯交换其实已经越来越普遍了。那资讯交换除了我们有所谓的这个 CRS，就 CRS 是讲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账户资讯交换，台湾跟日本、跟澳洲、跟英国这三个国家，我们有签这个台版的 CRS。那这个 CRS 的意思就是讲说，台湾人在日本有开立金融账户，那日本政府呢会把这个账户的资料换回到台湾来，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那个金融账户的这个资讯交换就会很普遍的。那你就说，那问题是说，这是在讲澳洲啊，讲英国啊，但是我是设在什么？设在这个开曼啊等等的他们其他国家就国家有一个国际版的那个 CRS。那国际版的 CRS 呢，像这个BVI 或者是这些开曼啊，他们是有跟像譬如说跟中国有去签这种 CRS。所以当你的资料如果是今天在 BVI 的开的它的相关的这个资料，那它是有可能会换回到这个中国的。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我们台商在中国当地有一些据点的时候，那也有可能会面临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查税。虽然台湾不会直接去拿到这个 BVI 它的相关的这个资料但是这个 BVI 这些境外公司，它会跟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资讯交换的可能性。了解，就是你会有一些避税方法，然后当然就是大家也知道你赚了钱，然后大家也知道有这些避税嘛，他就有办法去查你的税。对，所以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还是不要把这个当做你的节省费用的一个手段，反正你该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我们可以去想一件事情是说，如果当你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做台湾这个台湾的内需市场的话，那其实是没有设境外公司的这个需求。那就很单纯。那如果说你是那种传统的这种制造模式，就可能是海外生产、东南亚生产，然后台湾这边接单，然后大陆啊或者越南出货等等的。那有设境外公司的这个需求的话，那或许可以考虑把境外公司呢可能改在比如说像香港、像新加坡，然后在当地有实质营运。因为只要你在当地有实质营运的话呢，那这种情形之下，它也不会有 CFC 的这个问题。因为 CFC 它是有豁免条款的。只要那个境外公司，像香港、新加坡它也是境外公司，它也是低税负国家。但是我们的 CFC 是讲说，只要你在香港、新加坡当地有实质营运，你有人，然后有一些配备的话，海外的钱到香港、到新加坡，它不会直接等于钱回到台湾。OK， 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一来可以合法的去避免 CFC 的提前缴税，那二来又能够维持原本既有的一个营运架构。了解，移到香港、新加坡或许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折中的这个做法，但是前提还是要有实质营运的。难怪我之前蛮多朋友开始在香港是设立公司，我想说，以前就出现在开曼啊，那现在也蛮多人在香港，那我现在终于懂都是为什么。其实也就近可以去处理一些事情。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其实税务这件事情啊，最终我们还是会蛮依赖律师或会计师啊，老板就是似懂非懂，那当然就是多上课多了解，然后把自己的知识拉高一点，然后可以跟会计师跟律师做更好的对话。
觉得在学习上有哪3件事是最重要的，能够更好的对话，然后更了解更多的细节？在像跟律师跟会计师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分开来看哈。跟律师对话，其实是想说找律师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可能出事的时候才会找律师。对。那这其实有点可惜。其实律师他能够帮你的是说，在很多的合约的条款上，能够做很好的一些防护措施。对。那所以我觉得跟律师对话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前提是说，你一定要保持诚实，就是你要跟做健康检查一样，就是你要赤裸裸的让你的医生知道说你的身体的健康，他才能够对症下药。而不是再去隐瞒一些事实。因为当你越隐瞒事实的时候，其实你的律师就很难提前对你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跟会计师来讲的话，其实经常我们很多的老板会是说，就是可能拿一张发票，然后就直接说请会计师啊，请记账师啊，说这个发票麻烦你帮我报税的时候帮我做这个费用，把它这个节税。但是其实这样的做法本身，经常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法，因为当你跟会计师讲说，这张发票呢可不可以报？他的第一个直觉是什么？他的第一个直觉呢，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一些安全，经常会从严认定。因为我们一般在报费用的时候，不是只有看那张发票，费用可不可以认列？它有3个标准，一个是真实性，就是有没有真实发生，一个是必要性，跟你的营业有没有直接相关，然后第3个呢是合理性，就是这个发票的这个认的那个金额有没有符合一般的市场行情，有没有超过那个法定上限。所以对一个会计师来讲呢，他一个直觉呢，他会比较有种或许会比较防卫性的，就是说，这个发票可能比较少看到，他经常就是可能是不能报，所以可能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应该是说，你可以跟你的会计师去讲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希望来办一个员工旅游，好，然后你讲你的目的，然后讲你的这个你的规划是什么，譬如说我要办员工旅游，然后我有找一间旅行社。然后我请旅行社呢来帮我规划整个行程，然后大概是比如几天几夜啊，好，然后我要付哪些费用啊等等的，你把你的目的跟你的需求都把它讲清楚，然后请你的会计师一起来替你来共同规划，就是而不是说直接把发票直接丢给他，反过来是说你要让你的会计师参与这整个决策，那这样的话他会帮你去想办法，是说，那怎么样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可以让你的这个费用可以做到最高，然后税可以缴到最少，这种情形。那我追问一下，以刚刚那个旅行社的例子啊，对，因为通常大家就是旅行社发票过来就拿说，我这是拿去报。那如果是我换一种方法，就是先跟旅行社沟通说，我因为我要干嘛，所以我才要员工旅行，那我们一起来规划。这 before after 会有什么差别啊？有些情况之下是你公司是有规划有一个年度旅游，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年初规划我要有个旅游，那但是可能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可能后来的旅游可能没有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规划成是说像这种把这个员工旅游把它设计成是透过福委会的这个方式，就等于说公司成立一个这种福利委员会，对，这很常见。那当我今天我把费用提拨到福委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可以作为当年度的这个费用。那但是如果是说今天是你直接是以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支出，那你就会发生一件事情是说，有可能是后来其实没有去这么多的这种情形，它可能会有些落差。对，那所以你的会计师会帮你去规划说，那可能设计成是福委会的这种形态，对公司来讲，他可以马上认。那至于实际上什么时候要去用这笔钱，那就让福委会去决定。OK， 它会比较有弹性。了解。所以其实税法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弹性的条文在里面。OK， 哇，这真的差很多。我以前这就是拿旅行社，就是有实际发生的那个支出，然后拿去报。福委会这件事情确实没有想过，而且确实你年初规划，然后结果比如说案子来了，你要很赶，你要赶生产，就没有去成，然后就实际上没有支出，所以如果走以前的做法，就没有办法真的是认这个费用。对，原来如此。而且你不知道
福委会它基本上可以，而且福委会的钱你明年再去也是可以的。对，因为我是在提拨当下已经备用了。OK，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妍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欢迎大家参考一下这个企业财税必修课这门课程，详细请看我们资讯栏，谢谢。谢谢。